乌合之众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于1895年出版的著作。该书深入研究了群体心理和大众心理的特点与行为。以下是书中一些重点概念和观点的详细描述。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对比。勒庞认为，个体在参与群体时会表现出与其平时行为和思维不同的特点。群体心理具有情感上的冲动、决策的盲目性以及对权威的崇拜等特征。这些特点在个体心理中往往不会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群体形成的条件。群体形成往往需要一些共同的情感、目标或利益。勒庞指出，群体可以因为政治、宗教、社会或其他共同因素而形成。一旦这些共同因素激发了群体的情感，个体就会融入群体中，并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群体心理的特点。群体心理具有冲动性、易受感染、情感化、盲从性、简单化和不稳定等特点。在群体中，个体倾向于跟随群体的意见和行为，而不会像在个人状态下那样进行深入的思考。领袖和群体。勒庞强调领袖在操纵和引导群体行为中的重要性。领袖能够利用群体的情感和冲动，引导他们朝着特定的方向前进。领袖往往能够唤起群体的热情和激情，使他们执行领袖所希望的行动。群体心理的影响。勒庞认为，群体心理的影响可以导致人们在群体中表现出与其平时行为不同的特点。人们可能会在群体中表现出极端的情感和行为，甚至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群体与文化。群体的行为和观念常常受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条件可能会引导群体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总之，乌合之众深刻地揭示了群体心理的各种特点和影响，为我们理解群体行为、社会运动以及人类集体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勒庞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研究。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描述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对比。他认为，当个体融入群体之后，其行为和思维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表现出一些与个体状态下不同的特点。以下是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对比的详细描述。情感的冲动性。个体心理通常较为理性，能够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然而，一旦个体融入群体，情感的冲动性会显著增强，群体中的情感能够迅速传播，引发共鸣，使个体陷入情绪激动的状态，往往导致他们做出冲动的决策和行为。易受感染。在群体中，个体容易受到周围成员的情感和行为影响，从而产生模仿和效仿的行为。个体的观点和情感可能会因为群体中的主流观点而改变，导致他们在群体中表现出与自己平时不同的态度。情感化。群体心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情感的强化，群体成员的情感会互相放大，使得整个群体情感化。这种情感化可能导致过于激烈的情绪表达，甚至使群体中的行为变得极端。盲从性。个体在群体中往往会更容易屈从于群体的意见和决定，而不会像在个人状态下那样独立思考。群体的共同目标和情感能够削弱个体的批判性思维，使得个体更容易盲从领袖或群体主流的观点。简单化。群体中的思维倾向于简单化和表面化，个体在群体中往往会降低对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更多的依赖群体的共识和领袖的指引。
导致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缺乏真正的理解。不稳定性，群体的心理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会受到外部刺激和情感波动的影响。群体的情感状态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导致群体行为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强调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差异。群体心理的特点使得个体在群体中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而这种差异往往会导致群体产生一些特殊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描述了群体形成的条件。他认为群体是由一些共同的情感、目标或利益所驱动形成的。以下是群体形成的条件的详细描述。共同情感和兴趣。群体形成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成员之间存在共同的情感和兴趣。这些情感和兴趣可以是积极的，如热情、爱国心，也可以是消极的，如愤怒、恐惧。这些共同的情感能够在成员之间引发情感共鸣，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目标和愿望。群体的形成通常伴随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望，成员可能追求某种共同的目标，比如政治变革、社会改革等。这些共同的目标能够凝聚成员的力量，使他们团结一致地追求共同的利益。共享价值观和信仰。群体中的成员通常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价值观和信仰可以是宗教、道德、政治理念等。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能够促使成员在一起，形成紧密的群体关系。社会环境和事件。社会环境和事件也是促使群体形成的重要条件。一些社会事件、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等都可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使他们愿意团结在一起，以应对共同的挑战或问题。领袖的作用。领袖在群体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领袖可以通过激发情感、提出共同目标以及传递价值观来吸引成员加入群体。领袖的影响力可以促使个体融入群体，并为群体形成提供动力。共同体验和交流。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共同体验也是群体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交流，成员可以分享彼此的情感、想法和体验，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紧密的群体。总之，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形成是由一系列共同情感、兴趣、目标、价值观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可以激发人们的共鸣和团结，使他们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描述了群体心理的特点。他认为群体心理在许多方面与个体心理不同。以下是群体心理的特点的详细描述。冲动性和情感化。群体中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冲动影响，导致他们的行为更加情感化。群体情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使群体成员的情感得到放大，从而引发强烈的情绪和情感表达。易受感染性。群体中的个体容易受到周围成员的影响，表现出易受感染的特点。当一个人表现出某种情感或行为时，其他人往往会跟随效仿，形成一种连锁反应，使整个群体的情感和行为趋于一致。盲从性和从众行为。群体心理使个体更容易盲从群体中的主流观点和行为，个体可能会放弃独立思考，而选择跟随群体的意见，这被称为从众行为。
这种盲从性可以导致群体中的思维变得单一化和僵化化。领袖崇拜，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会对领袖产生强烈的崇拜和依赖。领袖被视为群体的指导者和代表，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会对群体产生深远的影响。领袖的影响力可以激发群体成员的热情和行动力。简单化和判断偏见，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化，采用黑白分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这种简单化可能导致判断偏见，使群体成员难以理解复杂的情况和多样的观点。情感扩大和极端化，群体心理使群体中的情感得到扩大，导致情感表达变得更加激烈和极端。这可能导致群体成员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过激的行动，甚至违背个人平时的价值观和判断。行为的不稳定性，群体行为往往不稳定，易受外部刺激和情感波动的影响。群体的情感状态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而导致群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总之，乌合之众中指出了群体心理的多个特点，这些特点在群体行为中起到重要作用。群体心理使得个体在群体中表现出与个体状态下不同的行为模式，同时也对群体的决策和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描述了领袖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他强调领袖在操纵和引导群体行为中的重要性。以下是领袖和群体的关系的详细描述。领袖的影响力，勒庞认为领袖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领袖可以通过言行、行为和外表来吸引群体的注意和崇拜。他们的个人魅力、能力和权威可以激发群体成员的共鸣，使他们愿意追随领袖的指引。情感的唤起，领袖有能力唤起群体成员的情感，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动力。领袖可以利用情感来引导群体的行为，通过调动群体的情感共鸣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共同目标的提出，领袖通常会提出共同的目标和愿望，以便将群体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方向上。他们能够为群体成员塑造一个共同的愿景，使群体的行动朝着特定的目标努力。价值观和信仰的传递，领袖有能力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和信仰，影响群体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领袖的言论和行为可以塑造群体的观点，甚至改变他们的价值判断，建立认同感。领袖能够建立与群体成员的情感连接和认同感，他们可能借助共同的背景、经历或情感，使群体成员感受到与领袖的紧密联系，从而愿意为领袖的目标付出努力。群体的稳定性和统一性，领袖有能力保持群体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他们可以调节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减少群体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从而保持群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引导群体行动。领袖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引导群体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往往会被群体成员模仿，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行为模式。总之，乌合之众中强调领袖在群体形成和行为中的重要作用。领袖不仅能够引导群体的行为和思维，还能够通过情感、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传递来影响群体的情感共鸣和统一性。领袖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其他群体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描述了群体心理的影响，及群体心理对个体行为和思维的影响。以下是群体心理的影响的详细描述。情感的放大和传播，
群体心理可以放大个体的情感，使其变得更加强烈。当个体融入群体时，他们会受到周围成员情感的影响，从而导致情感的扩大和放大。这种情感的传播可以使群体成员在短时间内共同体验到强烈的情感。情感共鸣，群体心理能够引发情感共鸣，使群体成员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群体中的情感可以迅速在成员之间传播，引发一种情感的共鸣，使个体感到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产生了深层次的情感联系。意见和行为的一致性，群体心理导致个体倾向于与群体中的主流观点和行为保持一致。个体可能会因为想要融入群体或避免与群体产生冲突而改变自己的意见和行为，从而在群体中表现出与个体状态不同的态度。批判性思维的减弱，群体心理可以减弱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在群体中，个体往往会降低对信息的深入思考，更容易接受群体中的意见和观点，从而导致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缺乏充分的理解。共同目标的追求，群体心理能够将个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上。群体中的成员可能会受到群体的共同目标和愿望的影响，使他们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行动。极端行为的出现，群体心理可能导致群体成员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极端的行为。个体在群体中可能会因为情感的激发和从众行为而采取不同于个体状态的行动，甚至可能参与一些极端行为。个体价值观的放弃，在群体中，个体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和判断，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受群体中的共同观点和行为，甚至可能在追求群体目标时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观。总之，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心理对个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涵盖了情感、思维、行为等多个层面。群体心理的影响可以使个体在群体中表现出与其个体状态不同的特点和行为，从而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和动态。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详细探讨了群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了群体行为和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以下是群体与文化的关系的详细描述。文化对群体形成的影响，勒庞认为，文化和社会环境是促使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社会事件和历史背景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引发他们形成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不同类型的群体行为和群体动态。文化共鸣和共识，文化共鸣是指个体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共同感受到的情感共鸣。群体行为往往基于文化共鸣，个体因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记忆而团结在一起。文化共鸣可以促使群体形成并保持稳定。群体对文化的影响，群体的行为和决策可能影响特定文化环境的演变。群体的行动和运动可以成为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引发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一些群体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提出新的观点和诉求，从而影响社会文化的演变。文化中的群体心理，文化环境可以塑造个体的群体心理。在某些文化中，群体心理可能更为显著，个体更容易融入群体并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影响个体在群体中的从众行为、情感共鸣和领袖崇拜等方面的表现。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导致群体行为的多样性。文化差异可能影响群体的目标、方法和行动，从而使不同文化的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动态。
文化对群体目标的塑造。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可以塑造群体的共同目标和愿望。在某些文化中，群体可能更倾向于追求特定的社会变革或政治目标，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会注重不同类型的目标。总之，乌合之众中强调了群体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文化环境不仅影响群体的形成和行为，而且群体行为也可能影响社会文化的演变。个体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不同文化的群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模式。